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5.07，收盘价是251.4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2.81，最低价是在243.2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53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下行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，那在日内出现了反弹，并且在上方的5日均线值遇到压力，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相对高的位置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啊，它既没有跌破前一日这根吊人线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没有站上吊人线的最高，因此呢，它是处在一个横盘中，既没有确认继续下跌，也没有瓦解这个叫做下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所以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那么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，也就是253附近，对，日后这根 K 线如果不能站上它，那股价呢，可能会出现下行。那只有站上它，股价才有希望继续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248，另外一个是在244，它们都是要有条件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53.5。实际在9月7日收盘价是在251.49。那么我们预测的，也就是这个实际收盘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收盘价的点位和实际的发生啊，不仅点位相差较大，它们的本质和方向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是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而实际发生的是横盘向下，并且呢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，而收在它的下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一个回顾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9月7日盘中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么因此呢，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9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1这个前高，那股价
只有站上261才能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，然后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那股价在到达261之前啊，我们说这个吊人线的最高255和这个母子怀抱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259，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继续反弹的压力，因为它要到达261之前，要瓦解这两个变盘向下的叫做信号 K 线。好，所以这是它的两个压力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61，将会继续上行，也就是说继续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重压力273。如果273再能够被突破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高299.29。站上299.29这个前高，股价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当然之前这个缺口和下行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。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，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那么跌破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要确认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因为这个母子怀抱是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，收盘价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将预示着股价开启下行走势。那一旦它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应该也会被跌破。在9月8日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240附近，还是在240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么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第二个目标就是228。跌破228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叫做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再向下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212.36，这是第三个下行的目标。跌破它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9月8日日内的观察位，我们依然给出的是251这个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也是251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对，那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会收高，在下方运行呢是会收低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大幅的低开盘之后，然后是一路向上反弹。对，那到了9月8日，我们依然给出的是251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中线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0到252之间。那给出这个观察位，就是如果股价能够出现高开盘或小幅的低开，然后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会收高。但如果是在251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它会收低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，是在8月29日的收盘价257这个位置建仓的。之后我们一直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。那到了9月7日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收盘价，虽然当天是一个绿 K， 但是收盘价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，成交量虽然比较大，但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没有呈现量增。所以说呢，
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进场的，对，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建仓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仓位，然后到了9月8日，我们目前依然持有的多头仓位啊，止损位我们依然给出的位置是在240，是在240，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因为在这个地方建仓，通常我们会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但是呢，目前20日均线值上来，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240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9月8日开盘之后，也就是在251附近会有空头进场，一直到上方的261之前，我们认为一直都会有空头进场。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242和228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1上方一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技术上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8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50到252。这个5日均线值啊，它既是压力位也是支撑位，因为高开会成为支撑，如果低开这个位置会成为压力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这个吊人线的最高255和这根红 K 的最高到259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61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73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依然是5日均线值，是250到252之间。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对它呢是实际上我们说是在这个5日均线值的范围之内，是在250到251之间，所以这个5日均线值涵盖了它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再说下面一个支撑，第三个支撑就是242，242是这根红 K 的最低。第三个支撑我们把它分开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240。那如果我们再给一个支撑，就是237，是这根绿 K 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，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横盘向上，一个是横盘向下。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如果是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51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6，收盘会收在25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。当然我们说，我们把这个条件撤掉，就是它也有可能会是小幅的低开盘。对，我们把这个条件只设为当日在盘中股价不低于250。那么横盘向上，收盘会在254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是横盘向下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51，
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45，最后收盘会收在247。那出现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既不出现横盘向上，也不出现横盘向下，我们认为在9月8日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上涨，也就是继续延续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在到达254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留有缺口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65，收盘会收在262，也就是会站上前高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突破上涨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突破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